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看似平常却暗藏玄机的问题：咖啡到底该趁热喝，还是放凉了再喝？也许你从没细想过，但冷热之间的差别竟然这么大，甚至关系到咖啡的风味、香气和健康影响。许多人习惯一端上咖啡就赶快喝下去，还有人喜欢把咖啡放凉，慢慢啜饮。然而，你可能想不到，我们大多数人一直以来都可能喝错了咖啡。究竟哪种喝法更好？今天就让我们深度探索咖啡温度的秘密，保证让你大开眼界。首先，从风味角度来看，咖啡的冷热真的能喝出两种世界。想象一下，你买了一杯热腾腾的黑咖啡，不加糖不加奶，刚入口时香醇顺口，然而把咖啡搁在一旁，过一会儿再喝，却发现味道变得酸涩，难以下咽，仿佛不是同一杯咖啡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其实喝咖啡就像吃鱼一样，有道是热吃鲜，冷吃腥。一条新鲜出锅的鱼，趁热吃美味非常，但凉了之后，鱼腥味就跑出来了。咖啡的情况也很类似，热咖啡香气扑鼻，风味醇厚，可一旦放凉，其中隐藏的苦涩和酸味可能就窜了出来，让人难以下咽。科学上，这跟咖啡的化学成分和我们的味觉受器有关。咖啡豆本质上可是种农作物水果，里头富含各种酸类和苦味物质，例如单宁酸就是咖啡中的一种成分。当咖啡还热时，香气浓郁扑鼻，温热的液体让我们的味蕾对甜味特别敏锐，苦味和酸味反而没那么突出。我们嗅觉和味觉同时被温暖的咖啡香充盈，大脑感知到的是协调的醇香。但随着温度下降，情况开始改变，咖啡冷却时会减少挥发的香气，热气不再带出那么多芳香分子，所以闻起来没那么香了。同时，一些原本溶解在热咖啡中的成分，比如前面提到的单宁酸，逐渐跑出来。人类的味觉特性是在较低温度时对酸味和苦味特别敏感，但对甜味的感知度降低。结果，原本热时尝不太出的酸涩感，此时大喇喇地冒出头来，甜感却被掩盖，我们自然就觉得咖啡变酸变苦了。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深烘焙的咖啡即使凉了，风味影响不大，而浅烘焙的精品咖啡放凉后酸感会特别明显。有人还说，咖啡品质越好，冷热之间风味差别越小。好的咖啡豆即使凉了依然顺口，而劣质咖啡一旦冷掉，杂味就现形了。所以如果你的咖啡放凉后明显变酸，可能一方面是温度作怪，另一方面也暴露了豆子的烘焙与品质特性。那咖啡在不同温度下到底尝起来有什么不同？科学家和咖啡品鉴师们其实早就总结出一些有趣的规律。刚冲煮好的咖啡通常温度在80多度，这时如果大口喝很容易烫嘴，而且太烫的咖啡我们反而尝不出细微风味，只觉得烫和苦。很多咖啡师建议冲煮完先不要急着喝，可以稍微小口啜吸，让空气冷却液体，再等等降温一点点。当咖啡温度降到大约70度时，我们开始能感觉到明显的香气和一丝苦味。70度左右到60度这段区间，热气依然旺盛，香气扑鼻，但高温其实抑制了舌头对细致滋味的感知。也就是说，在还很烫的状态下，我们的嗅觉享受到咖啡香，可味觉上除了苦味和炭烤的焦香，其他精细的酸甜、果香、坚果味等都被热度盖住了。有研究甚至指出，不同产地或烘焙度的咖啡在较高温时喝起来可能区别不大，反正都苦苦烫烫的，只闻其香不辨其味。等咖啡慢慢降到60度、50多度时，味觉的戏码就上场了。此时苦味可能比刚开始更明显。许多人反映咖啡在约莫56度左右时苦味最强，因为香气在减弱，苦味本身被我们尝了出来。如果再继续冷却到50度以下，一件神奇的事发生了，苦味开始减弱，甜味和酸味等更多复杂风味反而浮现。尤其当温度降到40多度时，不少咖啡迷都知道，这时候咖啡的滋味最丰富均衡。实验发现，大约44度时，咖啡的甜感最突出，而42度左右苦味最低。也难怪一些精品咖啡达人常说，要体验一款咖啡的全貌，就得从热喝到凉。在不同温度下，一杯咖啡仿佛变化出多种风情。例如在40度左右，你可能喝出隐约的花香、水果调甚至坚果香，
温度进一步降到30多度时，酸质感会变得更精致明亮。某些单品咖啡，如肯亚或伊索比亚豆子，在这个温度区间酸香四溢，果味活泼，好似品尝另外一种饮品。不过，当咖啡接近室温20多度时，对多数人来说，酸味会显得相当尖锐突出，而香气几乎闻不到了。整体感受可能不如50度时那么平衡宜人。所以，同一杯咖啡，太烫或太冷时，风味都不在最佳状态，反而是在温热不烫口的区间里，酸甜苦香达到一个协调的巅峰。如果你以前没注意过，建议下次喝咖啡时，不妨细细体会这个温度带来的风味变化，找到你喜爱的风味温度。黄金区间会让喝咖啡变成更有趣的享受。但话说回来，大多数一般人还是会觉得放凉的咖啡不好喝，原因也很简单，我们平时冲煮咖啡的方式大多是以趁热喝为前提去调配的。咖啡师在热水萃取时，会控制粉水比、研磨粗细和冲煮时间，好让这杯咖啡在热的时候喝起来风味均衡。如果你把本来设计热饮的咖啡丢在那里变冷了再喝，它当然失去最佳风味，甚至可能变得又酸又苦。就像有位咖啡达人打比方说，热的时候调好的咖啡，凉了喝会太酸，而为冷饮调配的咖啡，热了喝则会太苦。闻起来矛盾，其实一点也不。每杯咖啡都有最佳适饮温度区间，离开了那个区间，风味走掉也是正常的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已经知道一杯热咖啡放冷后为什么变难喝了，香气跑掉，苦酸凸显，甜味降低，氧化变质等等共同作用的结果。如果你不想咖啡放凉变难喝，最简单的办法当然是趁热喝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强调咖啡要趁热品尝，热的时候香气和风味最完整。如果实在放凉了怎么办？有一个小秘诀，加一点牛奶或奶油。奶制品中的脂肪和蛋白质能柔化咖啡的酸味和苦味，提升口感的圆润度。所以很多人爱喝拿铁或加奶的冰咖啡就是这个道理。当咖啡凉了，加入牛奶不仅增添奶香，也能中和一部分单零核酸，让苦涩感没那么明显。下次咖啡冷掉，想丢掉之前，不妨试试滴2滴牛奶，也许能起死回生呢。可是等等，难道咖啡就一定得热热喝吗？那些风靡全球的冰咖啡、冷萃咖啡又是怎么回事？其实冰咖啡的世界同样精彩，而且它走的是与热咖啡截然不同的路线。先说我们平常在夏天喝的冰咖啡，通常只用热咖啡快速降温，或直接加入冰块制成的冰饮。你可能会问，前面不是说咖啡凉了会变难喝吗？秘诀就在一个快字。优质的冰咖啡并不是把一杯热咖啡丢桌上吹凉，那样冷却过程又慢又容易氧化，而是快速冰镇。最经典的方法叫日式冰滴或冰手冲。冲咖啡时，直接让浓缩的热咖啡液滴在满满的冰块上，热液瞬间被冰块降温，香气来不及散失就被锁住，同时温度骤降也抑制了苦味和不佳风味的释放，保留了咖啡最美味的一刻。这种方法做出的冰咖啡依然香气足，口感顺，不会有长时间放凉后那种氧化酸涩味。如果你在咖啡馆点过冰美式或冰滴，喝起来顺口清爽，这背后其实是快速冷却，避免了风味损失。而另一条冰咖啡的路线则更彻底，那就是近年大火的冷萃咖啡。冷萃咖啡不是把热咖啡弄凉，而是根本不用热水冲煮。它以室温冷水或冰水长时间浸泡咖啡粉，往往泡10几个小时慢慢萃取。这种低温漫长的萃取方式改变了咖啡中各物质溶出的比例。热水在高温下很快把各种物质都溶出，所以热泡咖啡风味浓烈，酸苦甜齐发。但冷水萃取时，由于温度低，溶解力弱，需要超长时间，结果反而溶出了更多甜味物质和一些温和的香气物质，而苦味、涩味的物质溶出得少。因此冷萃咖啡喝起来特别顺口柔和，常带有巧克力或焦糖般的甜香，而且酸味很低，苦涩感几乎没有。很多人第一次喝冷萃都惊呼，它怎么这么甜？难以相信里头不加糖。这就是低温选择性溶解创造的奇妙风味。相对的，它的缺点是由于没用热水，高温才能释放的一些迷人香气物质。
在冷萃中可能萃取不出来，所以冷萃咖啡的香味类型和层次会和热咖啡不一样，少了一些明亮的香气，但多了一份醇厚滑顺。总的来说，冷萃就像咖啡里的甜汤，非常适合怕苦的人或空腹时饮用，对胃刺激小，还别有一番风味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冰咖啡并不是现代人才玩的花样，早在19世纪，法国人在北非阿尔及利亚就发明了一种著名的冰咖啡饮料，叫做马扎格兰，把浓缩咖啡和糖、凉水甚至柠檬混合，倒进装满冰块的杯子，成为当时消暑提神的创新喝法。更早之前的17世纪，相传荷兰水手在远洋航海时，为了解决船上没有热水冲咖啡的困境，发明了用冷水长时间浸泡咖啡粉的方法，制作出浓缩的冷咖啡液，储存在瓶中，随时可以饮用或加水稀释。这可能就是冷萃咖啡的雏形之一。后来日本人也很喜欢这种冷泡法，把它称为荷兰咖啡，还发明了漂亮的冰滴壶来慢慢滴漏萃取，使得京都冰滴咖啡风靡一时。一直到20世纪中叶，美国一位叫托德·辛普森的化学博士在南美偶然喝到传统冷浸咖啡，灵机一动设计出方便的冷萃咖啡壶，冷萃咖啡才在现代重新流行起来。如今冷萃已经是咖啡馆夏季菜单的宠儿之一，所以你看，咖啡到底喝热的还是冷的？这场冷热大战从咖啡史早期就开始上演，并没有绝对的输赢，反而孕育出各种不同风格的咖啡饮用文化。聊完了风味，咱们再看看温度对咖啡提神与健康效果的差异。很多人早上要来杯热咖啡提神，感觉暖胃又醒脑，也有人喜欢下午来杯冰咖啡，冰凉刺激，让精神一振。那热咖啡和冰咖啡在提神功效上有区别吗？一般而言，咖啡提神主要靠咖啡因，咖啡因的含量多寡会受冲煮方式影响。直觉想，热水萃取应该更猛烈，可能咖啡因更多，但事实并不绝对。有研究比较了热泡和冷泡咖啡，发现两者的咖啡因含量差异取决于配方比例。如果同样的咖啡粉和水量，热泡萃取率高一点点，咖啡因可能略多。然而，冷萃咖啡通常粉水比更高，浸泡时间更长，往往做成浓缩液，所以一杯冷萃往往咖啡因总量比一杯热咖啡还高。2018年就有研究刊登在 Nature 期刊上指出，冷萃咖啡的咖啡因浓度明显高于等量的热咖啡。至于一般冰咖啡，用热咖啡降温制成，因为还是按热咖啡配方冲的，咖啡因含量与热咖啡相近，不会特别高或低。不过有意思的是，许多咖啡馆为了让冰咖啡在低温时依然有风味，冲煮时常常额外多放一些咖啡粉，结果冰咖啡反而可能比标准热咖啡含有更多咖啡因。所以在提神效果上，不能一概而论哪个更猛。如果你追求高浓度咖啡因的震撼，那某些冷萃或特调冰咖啡其实很带劲。但一般而言，热咖啡因为喝得比较快，进入循环也较快，很多人会觉得热咖啡提神来得直接。冰饮由于冰凉刺激，可能在口感上让你瞬间清醒，但咖啡因摄取上反而可能比较慢。尤其很多人习惯冰咖啡慢慢啜饮，喝一杯要更久。总之，如果只是论提神，热咖啡和冰咖啡各有千秋，重点还是看咖啡因总量和你的饮用速度。再来看看大家关心的健康议题。有句话说，日常保健咖啡一杯，指的是咖啡富含抗氧化物质。多项研究发现，长期适量喝咖啡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、第二型糖尿病，甚至某些癌症风险。其中关键在于咖啡里头的多酚抗氧化剂能清除体内有害自由基，减少发炎和细胞损伤。那么热咖啡和冷咖啡哪个养生效果更好呢？科学家也做过比较。2018年有研究发表于科学报告期刊，专门分析了热煮咖啡和冷萃咖啡的化学特性，发现两者的抗氧化剂含量其实相差不大，都富含绿原酸等物质，可以提供类似的健康益处。这里指未加奶加糖的黑咖啡，比较的是咖啡本身。不过也有研究者发现，热萃取在某些条件下能释放出稍高的抗氧化活性，可能因为高温让某些抗氧化物质更快溶解。所以有专家建议，如果注重抗氧化养生，
可以偏向热咖啡，毕竟热的香气提振精神，抗氧化物质也即刻进入体内发挥作用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咖啡的酸度问题，很多人胃不好，怕喝咖啡伤胃，一般认为冷萃咖啡的酸性较低，对胃刺激小，因为低温浸泡时咖啡豆中许多酸性物质溶出较少。然而前述科学报告研究也惊奇地发现，冷萃和热咖啡的 pH 值范围其实差不多，都在 4.8 到 5.1 左右，显示总酸度相近。那为什么喝起来冰咖啡比较不酸伤胃呢？这可能是因为冷萃缺少高温萃取出的刺激性酸类，味觉上感受的酸味淡一些。再来，冷的液体对胃酸分泌影响也不同，有些人喝热咖啡会立刻胃酸翻涌，但冰咖啡反而没事。简单说，就是化学酸度虽然类似，但生理感受确实冰咖啡温和很多。所以如果你有胃食道逆流或胃酸过多的困扰，可以试试改喝冷萃咖啡或加冰的咖啡，或是在黑咖啡里加些牛奶中和酸性，这样或许比喝又烫又浓的纯黑咖啡舒服。正因为低酸顺口，冰咖啡还被认为有保护心脏的好处，咖啡中的多酚本就抗氧化、抗发炎，有益心血管，加上低酸降低对肠胃刺激，间接有助于维持身体的稳定。除了成分本身，温度对健康也有影响。我们常以为天冷喝热咖啡能暖身，但医师提醒，咖啡因其实会让部分人血管收缩，结果四肢末梢循环变差，手脚反而更冰冷。所以冬天想靠热咖啡驱寒可能不是长久之计。另外，更要注意的是饮品温度太高对食道的伤害。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早有报告指出，经常喝超过65度的滚烫饮品，会增加食道黏膜灼伤及日后罹患食道癌的风险。许多爱喝热茶、热咖啡的长辈，如果喝得太烫，恐怕对食道很不友善。咖啡若温度高到一入口就烫舌烫喉，实在不宜直接牛饮，既伤味蕾也伤食道。我们前面也提到，那么烫其实你也尝不出风味，所以千万别逞强喝烫咖啡，最好是吹一吹，稍凉再入口。而另一方面，喝过冷的咖啡对某些人也可能有不适影响，特别是冰咖啡加了很多冰块，极低温时猛然灌下一大杯，肠胃敏感的人可能刺激到胃痉挛或引发肠胃不适。中医也认为过冷伤脾胃阳气。还有研究指出，冰饮快速下肚会让血管急剧收缩，对有心血管问题的人并不安全。因此，如果你本身有高血压、心脏病或对冷刺激特别敏感，冰咖啡还是适量为宜，千万不要贪一时痛快狂灌冰饮。说了这么多，我们来总结一下：咖啡趁热喝，有趁热喝的好，香气足，抗氧化物质稍高，提神来得快。还有一项有趣的心理实验发现，手握热咖啡时，人会更有人情味。真的，有研究对比拿着冰咖啡和拿着热咖啡的受试者，结果手捧热咖啡的人更倾向觉得陌生人性格温暖、热心慷慨，自己也更不怯场。而拿冰咖啡的人评价他人时，则稍显冷淡保守。这显示了身体的温度会影响心理感受，拿着暖乎乎的杯子，心里也跟着暖了起来。难怪很多商务人士喜欢谈事情时先递上一杯热咖啡，或许有助营造友善的氛围呢。另一方面，咖啡放凉喝也有其独特优势。低温下，咖啡口感清爽顺滑，酸涩减弱，更适合夏日消暑。冷萃咖啡更是甜蜜无苦，对胃友好，还常常咖啡因含量十足，提供持久提神。对怕烫或无法立即喝咖啡的人来说，冷的咖啡方便又省事。另外，冰咖啡还能变化出各种花样，从加入鲜奶油、冰淇淋的各式咖啡饮料，到调和气泡水或果汁的创意特调，都是热咖啡做不到的体验。那么，究竟哪一种喝法才是正确的？我们以前真的喝错了吗？经过这番探讨，你或许发现答案不是非黑即白。与其说喝错了，不如说大多数人以前并不了解咖啡温度的奥秘，错过了许多风味与健康细节。现在我们知道，趁太热喝咖啡，其实可能错过最佳风味，还伤食道。而让咖啡凉透再喝，又常常喝到的是氧化变掉的残渣滋味。正确的做法也许是热咖啡稍凉不烫口时啜饮，既品味到风味层次，又保留香气。这时候喝咖啡最享受。冰咖啡则应该用对方法制作，快速冰镇或冷萃，才能喝到顺口的冷饮，
而不是把一杯好咖啡拖成常温凉开水。当然，每个人喜好不同，有些人就是爱烫口的刺激，有些人无冰不欢也未尝不可。至少现在你已经了解背后的科学玄机，可以做出更聪明的选择。最后提醒一句，无论冷热，咖啡因毕竟是刺激物，适量才是王道。一般健康成人每日2到3杯黑咖啡是安全上限，不要因为咖啡好喝就狂灌乱喝。同时注意避免空腹喝超烫的黑咖啡伤胃，也别剧烈运动后猛灌冰咖啡，刺激肠胃或心脏。掌握好分量和时机，热咖啡也好，冰咖啡也罢，都能成为提升生活情趣和健康的好伙伴。现在你在端起眼前这杯咖啡时，是否会多留意一下温度的魔力呢？咖啡冷还是热，学问真的不小。幸运的是，我们不再会喝错咖啡了，因为懂咖啡的人会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那一口温度，细细品尝咖啡真正的美妙。祝你从此每一杯咖啡都喝得更香、更健康。